同学们好，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要学习如何建立 MOSFET 的电路模型。对于 MOSFET， 大家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在前面的第9讲和第2次仿真当中，我们都通过仿真认识到了 MOSFET 的一些外特性，画出了一些特性曲线。那在我们这一讲里面呢，就是来学习如何根据这些外特性建立它相应的电路模型。首先，我们来直观地了解一下 MOSFET 在实际电路当中的一些应用。这是一个 CPU， 在 CPU 里面呢，有着数以亿计的晶体管。那这些晶体管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 MOSFET 构成的。这是一个耳机的放大电路，在这个里头呢，也有 MOSFET 存在。这是一个 CPU 的外围供电电路。在这个电路当中，同样应用到了 MOSFET。在我们的电力系统当中，当然 MOSFET 也有着广泛的应用。虽然都叫 MOSFET， 但事实上这些 MOSFET 应用在不同场合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首先，从直观上来讲，应用在 CPU 中的 MOSFET 和应用在电力系统中的 MOSFET， 它们的尺寸差异是非常大的。应用在 CPU 当中的 MOSFET， 它的尺寸基本上是在纳米这个数量级，而在我们电力系统当中的 MOSFET 个头要大很多，可以达到10个厘米甚至更大。第二，它们实际发挥的作用也不太一样。在电力系统和 CPU 供电电路当中应用的 MOSFET 基本上是用来当做电子开关，而在耳机放大电路的 MOSFET 呢，则是用作模拟信号放大器。那这个呢，可能需要等到同学们学完我们 MOSFET 在数字电路中的应用，以及后面第45讲 MOSFET 做小信号放大器以后，大家才能够体会这二者的区别。第三， MOSFET 的内部结构在这些不同场合中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当 MOSFET 应用在这些小功率场合的时候，它的 DS 之间形成的导电沟道基本是水平的，而在我们的电力系统当中应用的电力 MOSFET， 它的 DS 沟道形成以后呢是垂直的。这种垂直的导电沟道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提高它的电压等级。好，了解了一些 MOSFET 的应用以后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MOSFET 工作原理。MOSFET 器件具体的工作原理的话，同学们可以到微电子电路课程当中去加以学习。那在我们电路这门课程当中呢，我们不做详细的解释，而只是想通过2幅动画来帮助大家直观的认识一下 MOSFET 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或者说 MOSFET 在 DS 这2极之间，它的导电沟道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 DS 之间不加电源，只有 GS 之间加电源的时候，它的导电沟道是如何形成的。当 VGS 逐渐增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 MOSFET 的 S 和 D 极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导电沟道，那么电流就可以在2极之间流动，并且由于现在DS 之间并没有加电压，所以形成的这个导电沟道呢是等宽的。当 VGS 逐渐减小的时候，这时候导电沟道就关断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果在 GS 和 DS 之间都加上电源的时候，导电沟道的形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形成的导电沟道是器形的，两边不等宽。我们现在保持 VGS 不变，改变 VDS 的值，看看这个导电沟道如何变化。首先，增大 VDS 的值，我们会发现，在靠近漏极 D 的这一端，导电沟道首先被夹断。继续增大 UDS， 夹断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大。反过来，如果我们减小 VDS， 那么这个时候导电沟道呢又会重新形成。但不管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导电沟道始终是器形的，两边不等宽。与运算放大器类似，
我们并不要求大家去掌握 MOSFET 内部的具体的工作原理，我们只是要求大家掌握它的外特性，并且学会根据这些外特性来建立相应的电路模型，也就是用我们以前学过的电阻、受控元等等一些简单的元件来描述 MOSFET 在相应的工作条件下它所呈现出来的外特性。这是 MOSFET 在应用的时候通常的样接线电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两个端口上 GS 形成一个端口， DS 形成一个端口，在两个端口上有4个物理量，分别是 UGS、IGS、IDS 和 UDS。 现在我们要了解它的外特性，那当然就有4种组合。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认识，我们已经知道 MOSFET 的升级和它的原极和漏极之间，因为隔着一层氧化物，是永远没有电流流过的，也就是说 IGS 是始终等于0的。因此呢，这2条曲线我们就没必要去做了。所以我们重点要了解的是 UGS 和 IDS 的关系，以及 UDS 和 IDS 的关系。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UGS 和 IDS 之间的关系。这个仿真曲线呢，同学们应该在前面已经看到过了。由于现在我们的 VGS 以及 IDS 呢，表述的并不是同一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因此我们把这条曲线叫做转移特性曲线。在这条曲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当 UGS 小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IDS 是等于0的。我们把这个区间称之为截止区。当 UGS 大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IDS 就开始逐渐增加。我们把这个值称之为导通的阈值电压，记作 UT。当 UGS 小于 UT 的时候， MOSFET 是关断的，而当 UGS 大于 UT 的时候呢， MOSFET 是导通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有电流从 MOSFET 的 D 极流向 S 极。关于这一点，同学们可以去复习一下在第2次仿真中的一些内容。好，下面我们就来重点了解一下，当 IDS 不等于0，也就是说 MOSFET 导通以后，这样一条曲线到底描述了 MOSFET 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那我们就要了解 UDS 和 IDS 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的 UDS 和 IDS 呢是同一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而且我们通常是把这个当作输出端口，因此呢，我们把 UDS 和 IDS 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输出特性。根据我们在第2讲仿真中给出的仿真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UDS 和 IDS 之间呢呈现出这样一种曲线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显然是受到 UGS 的影响。这下面的每一条曲线都对应着不同的 UGS。最下面这条曲线呢，是当 UGS 小于 UT 的时候 ，MOSFET 是关断的，因此呢 ，IDS 是始终等于0的。我们不妨抽出其中一条曲线来分析一下。假设这条曲线呢是对应着 UGS 等于5伏。那我们可以用这样一条折线来近似表示它。根据我们前面学习的内容，大家已经知道了。那么对于在 UI 平面上过原点的这样一条直线，也就是这条折线的前半段，它对应的应该是一个电阻，我们把它说是受控电阻，就是因为这条曲线的斜率，也就是说电阻的阻值是受到 UGS 的控制的。而上面这一段呢，电流保持不变，因此呈现出来是一个电流源的性质。我们把这个区间称之为饱和区，也叫做横流区。而这个呈现为受控电阻的这个区间呢，我们称之为电阻区。根据前面的内容以及这些仿真曲线，我们可以看出 UGS 对于我的这样一个输出特性曲线是有着显著的影响。无论是我这儿体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受控源的大小，还是这个受控电阻的大小，都会受到 UGS 的影响。